今天咱们就这部电影探讨一下我的疑惑，也希望评论区的各位帮我解答一下。以下内容涉及剧透，如果还没看过但非常期待的观众，可以点个收藏，看完之后咱们再讨论。OK， 那么正片开始。电影是我之前视频放在黑榜，然后结果也不出我所料，至少在我这边，《前任4》是一部完全不合格的电影，或者说它是一部完全合格的某音段子结合体。整部电影时长2个小时，129分钟。然而我并没有办法在这129分钟之内明确地把握住电影的主线，或者这样说，我不知道我看电影最终期待的是什么。举个例子，我看《复仇者联盟》，我会期待众英雄们如何击败不可一世的灭霸，返老还童。我会期待主角身体到幼年时如何面对日益衰老的朋友、亲人、爱人。怦然心动中，我会期待2个早恋的孩子如何去演绎世间最纯粹的爱情。再回头看《前任4》，实话实说，我没有找到哪一个可以被我期待的点。是于飞和丁点的结婚冷静期吗？除了我之前红黑榜里面说到的那些可以用来填充剧情的笑料外，2个人最终的矛盾落在哪儿？我相信不单单是我，应该有不少观众在开演前就已经能猜个七七八八了。肯定最后会因为2人的生活习惯不同，互相认为各自付出更多，互不理解。再或者就像电影中一样，于飞觉得彼此没有空间，丁点觉得得不到想要的关心，各自都觉得自己委屈，然后吵架分开。我看了你们在模拟婚姻中的点点滴滴，也猜到你们会就此分开，但按道理我应该期待你们如何去面对这样的婚姻生活，彼此如何磨合，在分开后如何解决问题吧。而电影回应我期待的方式是什么呢？2人约定在生活中发现对方的好，然后就把他的好写下来放在盒子里面。于飞约定完就把这件事给忘了，直到丁点就来搬家公司将自己的所有痕迹搬空。一时落寞的于飞无意间撞翻盒子，看见散落一地的丁点写下的他发现的于飞的好，泣不成声。最后追到楼下，当着搬家师傅诧异的眼神中吹了一首友情岁月。咱们先等等，这段剧情是我全片唯一一个绷不住笑出声的桥段。我明白在这煽情的时候不应该笑，也不能笑。隔壁小姐姐是哭的不行，但我真的忍不住。对，前后2人确实约定过要做兄弟一般的夫妻，什么友情岁月一响，什么恩恩怨怨抛之脑后，但我万万没想到回收伏笔的方式是这样的。导演，我情愿你让郑恺用哭腔把这首歌唱出来，也不要吹口哨吹出来啊。没看过的观众试想一下情景，2个闹别扭的情侣眼含热泪，深情地望着彼此，男的因为忍不住泪意，表情已经扭曲，但吹口哨又必须保持嘴部相对放松才能出声，所以男的一会面部紧绷哭泣，一会面部放松吹口哨。然而这样鬼畜的表情变换还被4、5个搬家师傅一脸懵逼地看着。对不起，我真的忍不住。说回剧情，第一个我理解不了的桥段就出现了。之前我提到过，2个人遇到的根本问题是各自无法理解对方对自己的关心和为了维持这段感情所做出的让步。我现在也30多，这样的事真真切切发生过在我身上。和女友一起时，我们也会因为一些小事吵得不可开交，哪怕知道彼此都有爱，但吵架的时候恨不得把自己能想到的所有毒辣的话全部丢给他。他也会对我说他好委屈，明明做了这么多，为什么我还看不见？可我未曾也不是这样的感受呢。在我这儿，我觉得我就差把心掏出来给他看，我到底有多为他着想，我也觉得委屈。所以电影中2人吵架的内容是真实的，但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超现实的。导演压根就不想去讨论2个人磨合出来的问题之后彼此应该怎么解决，而是将问题抛出，然后强行给我们一个 happy ending。一首歌是无法挽回即将错过的爱情的，就像盒子里面那写满爱意的纸条是无法挽回一个需要空间的男人的。我不是什么爱情大师，也没有办法在这里讨论空间与婚姻的平衡该如何维系。我只知道现实中千万不能学电影中的方法，因为我要是吵完架对我女友吹口哨吹首歌，她只会骂我一句然后扭头就走。而孟云的故事线则是更突出了什么叫无剧情钩子。整段看下来真的没有办法能把我按在观影座位上。电影中孟云与林佳分手后无法再陷入爱情，渐渐地爱上了独处，这一点做得很好。我也有过一段时间突然不想跟异性接触，
觉得恋爱费时费力，结果还往往伴随着悲剧。如果导演能在这个点上做更多一些的拓展，围绕习惯独处这个地方做文章，或许会更好。但刚刚提到的孤独感就被剧情接下来疯狂的相亲给冲淡了。现实中确实有喜欢独处但因为家庭原因逼迫相亲的故事，但不会出现这样的人居然相亲相上瘾的可能。剧情就是这么魔幻。因为一次意外的相亲被拒，孟云好像被点燃了什么胜负欲，一天不相亲浑身难受。这种情绪变化我是不能理解的，至少作为一个与电影主角同龄的男人是无法理解的。相亲本是一场相互博弈的生意，互相拿出自己的底牌，谁的筹码更多，以后就有更多的话语权。两人互相审视对方是否符合自己的要求，这样的感觉真的很难让人喜欢。对于相亲的正确与否咱们不去讨论，但就对孟云这个角色来说，疯狂的相亲很不符合人设。你放在前任三，他是那个前脚刚分手，后脚只能在酒吧中撩5-6个妹妹的情场杀手。哪怕过了这么多年，成熟后的他早已习惯孤独，爱上无拘无束的自由，然后居然陷入了以婚姻为前提的相亲，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好，咱们抛开这个点，剧情上孟云通过相亲认识了几乎完美的旅伴，由刘亚瑟扮演的律师柳柳。插一句嘴，刘亚瑟真的好美，帅气的短发加上灵动的眼睛，他的笑真的可以治愈人心。而剧情中的他是一个事业有成、知性美丽的家事律师，人设上习惯了婚姻起伏的他，对于爱情的想法导致他也是一个孤独患者。而电影中也通过有单身信念的人更容易找到灵魂伴侣来表现两人的契合，在一起哭，在一起笑，在一起哪怕一句话不说都不会觉得尴尬的默契感。说实话，如果电影按照这样的逻辑去继续演绎，通过孟云前